大家好，今天聊一个稍微沉重但又非常重要的话题——历史。我在之前也录制过一个有关历史视频的系列，里面介绍了15世纪后崛起的9大国，他们是如何从0到1，再从1到10，甚至到100的发展历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的后台点击观看。回到我们这次的话题，我知道一提到历史，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头疼，毕竟能归类到历史里的更多是关于那些像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事情，与我们的现代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出门只需要手机支付，想了解什么，只要动动手指就能立刻获取答案。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历史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享受的一切其实都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就拿大家每天都离不开的手机来说，你可能觉得手机是高科技产物，跟古老的历史根本没关系。但事实上，手机的发展背后是一系列历史进程的结果。比如互联网的出现源于冷战时期的军事需求，而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国际贸易密不可分。所以当你享受着智能手机带来的便利时，其实已经站在了历史的肩膀上。再比如很多人所生活的城市，这些高楼林立、道路四通八达的现代化都市，实际上也是从过去一步步演变而来。在很多城市的老城区，依然能看到一些几百年前的建筑，或是保留着某些古老的风俗。这些痕迹无一不在提醒我们，今天的生活无非都是过去的延续。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呢？其实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回顾过去，还在于帮助我们理解现在和预见未来。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中国近几十年经济飞速发展，成了全球第2大经济体。但如果我们不去研究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不去了解中国在近代经历了怎样的动荡和曲折，可能很难真正理解今天成就的来之不易。同样，如果我们不了解全球历史的进程，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世界格局。比如，为什么不同国家之间会有这般那般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历史就像一面镜子，照亮过去的同时，也在反射现在。如果我们能理解那些看似遥远的历史事件，其实能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定。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会参考历史来避免重蹈覆辙。比如上世纪2战之后的国际关系，很多的时候是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正因为从历史告诉我们战争的代价，所以国际社会一直在通过各种机制避免再次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所以说，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故事，它更像是一本写满经验和教训的教科书，帮助我们避免犯下相同的错误。历史也是人类社会的集体记忆，通过回顾这些记忆，我们能够变得更加理智、冷静，也让未来走得更加稳健。有些人可能又会觉得历史更多的是那些帝王将相的故事，但实际上历史关乎每一个普通人。今天我们享有的权利、社会规则、经济制度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比如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教育普及的推进，都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是过去无数人奋斗和变革的成果。因此，学习历史不仅仅是为了考试，为了背诵那些年份和事件，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为了帮助我们在未来做出更有智慧的选择。所以
下次当你觉得学习历史没用的时候，不妨想一想，你现在的生活可能就离不开那些已经过去的故事。历史从未离开我们，它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选择。在后面的内容里，我们将一起走进历史的世界，看看这本集体记忆是如何一步步写成的。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历史为什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就深入一点聊聊什么是历史，以及不同学者如何用多种角度去解读历史。说到这，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历史不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吗？难道还有其他解释？其实历史不仅仅是发生过的事件的简单记录，它更像是一个复杂的拼图，每一块都代表着不同的视角和解读方法。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多元视角，让你对历史的理解更加立体。首先还得是解决一个根本性问题，到底什么是历史？简单来说，历史就是人类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记录与解释。但这里有个有趣的地方，很多人以为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记录下来就好。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历史并不是单纯的事件的堆叠，而是对那些发生的事件的选择、分析和解读。每一个人看到历史时的角度可能不同，你和我看同一件事，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经历、价值观，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看法。举个例子，假设你和朋友一起去看一场球赛，比赛结果后，你们可能对这场比赛的表现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球队的胜利是因为战术优秀，有的人则觉得是运气好。同样道理，历史也是一种解释，我们不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要理解为什么发生。说到解释历史，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各种不同的历史学派了。历史学派就是不同的学者通过各自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现象。下面我就用几个简单的例子带大家认识几种常见的历史学派，看看同一个历史事件是如何从不同角度被解读的。我们先从比较容易理解的实证主义历史学派讲起。这个学派的学者们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像科学实验一样，尽量去还原事实真相，而不是带着个人的主观色彩。就像我们在做数学题时，总是有一个正确答案一样，实证主义者也相信历史有一个客观真相。他们会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考古证据、历史记录等，尽可能还原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比如法国大革命在实证主义者眼中就是因为经济困难、社会不平等等客观原因引起的。国王滥用权力，人民不满，于是革命爆发。这些原因是可以通过文件、数字等硬证据来证明的。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视角。这个学派关注的是阶级斗争和经济因素。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都是由阶级之间的冲突推动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史的进程其实是一场不同阶级的权力斗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换句话说，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的形态。回到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会说，这场革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的崛起，而贵族却依然占据大量的特权和资源，于是冲突不可避免，最终导致了革命。对于他们来说，革命不是因为国王个人的错误，而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最后，我们来聊聊一个比较与众不同的学派——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的学者们主张，我们不应该只看重重大的事件，而是应该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去探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历史对社会长期的影响。与实证主义的短期视角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冲突不同，年鉴学派更关注历史的长期结构。
他们认为历史变化是缓慢的，许多深层次的变化是隐藏在重大事件背后。如果用年鉴学派的观点去看法国大革命，他们可能会说，革命的原因不仅仅是经济危机或者权力的斗争，而是因为社会的日常生活结构已经发生了长期的变化。比如法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地方习俗、婚姻制度等长期以来都在逐步的演变，导致社会结构出现了裂缝。革命只是这些长期变化的一个爆发点。看了这几种学派的解释方式，大家可能已经开始意识到，不同学派对同一个事件的看法可能大相径庭。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又该如何去研究历史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去看结果，更重要的是去理解它背后的过程和原因。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事件，如果只是最后的结果，人民推翻了君主制，那我们只知道一个表面的现象。但如果深入去分析其背后的多种原因，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其次，不同学派的视角就像是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工具箱，我们可以根据需求去选择最适合的工具来解释特定的历史现象。又或者说，不同的历史学派就像是我们打开了历史研究的多重大门，每个大门后面都有一片不一样的风景。况且历史学家也并不一定总是坚持某一学派，他们可能会结合多种视角来帮助自己更好地解读历史事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历史不仅仅是学者们的事迹，不管你对哪种学派更感兴趣，关键是大家能带着好奇心继续探索下去。毕竟历史是我们共同的记忆，每一个人的视角都能让这幅历史拼图更加的完整。那历史学家们是如何通过资料、证据和推理来一步步还原那些看似遥远的历史片段的呢？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历史的多元视角，知道同一个事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那么问题来了，历史学家是如何分析过去的事实？他们又是如何决定什么是真相，什么是偏见呢？其实历史研究就像是一场侦探调查，你需要从一堆碎片化的信息中找到线索，拼出完整的故事。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聊聊这个侦探工作的具体方法，看看历史学家是如何一步步分析和还原过去的。很显然，想要研究历史，我们得先有史料。史料就像是历史研究的原材料，包括书信、日记、政府文件、新闻报道、考古发现，甚至是口述记忆。可以说，任何过去的记录都有可能成为史料的来源。比如我们现在每天看的新闻影像、报刊杂志等，可能若干年后也会成为后人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的史料。但问题是，史料并不总是100%客观的。就像当今的新闻报道，有些报道会夹杂着记者的观点或者误解，各有背后的有心者刻意扭曲或引导。史料也还可能受到记录者的个人立场、背景甚至情绪的影响。所以历史学家在面对一份史料时，不能只看表面，而是要仔细分析，找到其中的可信度。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有2个人记录了同一场球赛，一个是支持 A 队的球迷，另一个是支持 B 队的球迷。A 队的球迷可能会说 A 队的表现太棒了，压倒了对手，而 B 队的球迷可能会写 B 队遭遇了不公正的裁判，结果很不公平。虽然他们写的是同一场比赛，但显然他们的叙述充满了主观的色彩。所以历史学家在分析史料时，必须小心地过滤掉这些偏见，尽量去寻找最接近真相的部分。这也就引出了第2个问题，如何在史料中区分事实与偏见呢？其实历史学家就像侦探一样，他们会通过对比、验证和质疑的方式来挖掘历史的真相。我们可以先从区分事实和观点开始。
事实是可以验证的，且具有客观依据。比如一场战争的确发生在某一年，这是一个事实，而观点则是人们对这件事的解读和看法，它带有主观的色彩。比如一个人说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这就是一个观点，而不是事实。在历史研究中，学者们会优先查找事实，比如确定具体的日期、地点、人物，然后再结合不同的观点去分析这些事件背后的意义。这就像看一本小说，你不仅要知道故事的情节，还要去思考作者想通过这个情节传达什么样的思想。为了进一步去除偏见，历史学家还会使用一种叫做多元验证法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把多份来源的史料对比分析。就像我们看新闻时，有时会对同一件事查阅多个新闻平台的报道，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综合各种观点，避免受到单一视角的影响。历史学家也会通过阅读不同国家、不同人物甚至敌对方的记录，来更全面地理解历史事件。例如，在分析某场战争时，学者们可能会查阅双方的战地日记、外交文件以及中立国家的报道。通过多个角度的交叉验证，他们就能更接近事实，避免被单一来源的偏见所误导。听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发出一个灵魂拷问：既然有这么多方法，那我们能不能找到历史的真相？或者换个说法，我们看到的历史到底有多少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真相？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虽然历史学家尽力去接近真相，但历史的真相并非总是绝对的客观，它往往是复杂而多面的。比方说，假设你今天和朋友吵了一架，事后你可能会觉得朋友的态度很差，而朋友可能认为是你误解了他。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谁的真相才是真正的事实呢？同样的道理，历史事件的真相也常常因视角不同而有差异。即使史料再客观，也无法完全还原所有的细节，因为过去的事件中涉及的人和事都非常的复杂。记录者往往只记录下他认为重要的部分，甚至是对他有利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时不时听到类似历史是胜利者所书写的，或者你所能看到的历史无非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诸如此类的观点。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相信历史，只是我们要意识到，历史并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充满了灰色地带。因此，理解历史需要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我们要学会思考和质疑，不能仅仅接受表面的结论。说到这么多，可能你会觉得，既然真相这么复杂，那我们研究历史还有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正是通过这些复杂的研究方法，我们才能逐渐揭示出历史的关键推动力。这些推动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比如战争的起因、革命的爆发、帝国的兴衰等。所以我们稍微来小结一下，历史研究不仅仅是收集史料，还需要通过批判性的分析来区分事实和观点，剔除偏见，最终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这些研究方法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探索历史的更多可能性。那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历史的车轮，让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呢？正如我们从现代社会可以看到的一样，历史的推动力不仅仅影响了过去，也正在塑造我们的未来。在我们探讨了历史的重要性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比较激动人心的主题：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想象一下，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许多人过着游牧生活，四处的迁徙，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的生活虽然自由，但却充满了不确定性。直到农业革命的到来，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农业革命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万年，这一转折点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当人们开始种植植物和驯化动物时，他们不仅能在同一个地方安家落户，还能稳定地获取食物。想象一下，那些最早的农民看到一颗种子在他们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终于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耕作而不是四处的游荡来维持生活。这种改变让他们能够定居下来，进而催生了城市和国家的诞生。随着定居生活的开始，人类社会的结构也逐渐复杂化，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像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和埃及的孟菲斯等。城市的形成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创造了新的社会角色，商人、工匠、政治领袖以及宗教领袖开始在这个新的社会中发挥作用。这就像我们今天的城市生活，每个人都在为社会的运转贡献自己的力量。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两个文明的标志：文字和法律。早期文明中，文字的出现就像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让人类能够记录和传递信息。想象一下，过去人们的故事只能靠口耳相传，很多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消失了。但是有了文字后，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思想和经验保存下来。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古人创造了楔形文字，工匠们用尖锐的工具在泥板上刻下符号，记录交易、法律和历史。这种记录方式使得知识得以传承，让后人们能够从前人的经验中学习。接着，我们再谈谈法律的出现。在早期社会中，法律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规范，维护了社会的秩序。汉谟拉比法典是其中最著名的法律文献之一，它为古巴比伦的社会制定了明确的规则和惩罚的措施。这就像现代社会的法律体系一样，帮助人们明确权利和责任，减少了争端。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法律，社会将会混乱不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将荡然无存。我们上一期也对法律做了一期专门的视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后台点击观看。有了城市、文字和法律，早期文明的特征逐渐的显现，文明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城市不仅是人们居住的地方，更是文化交流的中心。在这些城市中，不同的文化、信仰和思想相互的碰撞，催生出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这种交流就像今天的互联网，让不同的思想在瞬间传播开来。那么，早期文明的出现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城市的建立、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分工，让人类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贸易的兴起使得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知识，而这些都为后来的文明扩展打下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的影响逐渐向外扩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些古代文明的扩展与帝国的兴起，看看如何从一个个小的部落发展成强大的国家，影响世界的格局。如何在探索未知的过程中，历史的车轮不断地向前推进，这是一个充满冒险、冲突和机遇的故事，值得我们好好的品味。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探讨了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这不仅是我们理解历史的关键，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农业革命的到来，文字和法律的诞生，都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这些古代文明是如何相互影响，又是如何扩展成庞大的帝国，以及这些帝国对我们今天生活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充满冒险、探索和文化交融的故事。首先，让我们走进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世界。古希腊被誉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尤其是政治方面。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所谓民主制度，其概念最早是在雅典诞生的。想象一下，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成千上万的公民聚集在广场上，讨论和投票决定城市的事务。那时的公民主要是成年男性，
妇女和奴隶则没有投票权。尽管如此，雅典的这种政治参与让人们感受到权力的归属感。这种参与的精神虽然与今天的代议制不同，但却为后来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今天我们在选举中投票、参加市政会议等，其实是在延续古希腊人民的民主精神。与此同时，古希腊的哲学家对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苏格拉底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提醒我们要保持谦逊，持续求知。而亚里士多德则通过观察和逻辑推理建立了科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古希腊的思想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人类理性思考的大门。接下来让我们转向古罗马。罗马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它代表着庞大的帝国和深厚的法律体系。罗马法是现代法律的根基之一，很多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受到其影响。想象一下，罗马法的原则就像是社会运转的规则手册，从财产交易到婚姻法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这些法律不仅帮助维护了帝国的统一，也让不同民族能够在同一法律框架下生活。当我们今天制定合同、解决纠纷时，实际上是在享受古罗马人留下的法律遗产。例如12铜表法是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典，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让法律不再是权贵的专利。这种平等的法律理念影响了后世，使得法律逐渐走向公平与正义的方向。此外，罗马的无罪推定原则，即在未被证明有罪之前，任何人都应被视为无辜。这一原则至今仍被各国法院广泛地采用。除了希腊和罗马，中华文明在历史的舞台上同样展现出耀眼的光芒。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统一，更是文化和经济上的整合。这就像今天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交通规则，让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能够更好地沟通与交流。秦始皇还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任命官吏，设置郡县，形成了现代国家治理的雏形。在秦汉时期，儒家思想的推广同样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儒家提倡的仁爱、礼仪、和谐成为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试想一下，当我们对长辈的尊重、对家庭的重视，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传承。汉武帝时期，儒家被确立为国家的官方思想，开创了士人这一新的职业，赋予知识分子更大的社会地位和责任。说到文化交流，跨文化的互动和冲突在古代文明中屡见不鲜。罗马与蛮族之间的冲突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想象一下，在罗马帝国的边境，罗马士兵与外族人相遇，双方为了争夺土地与资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些冲突不仅影响了帝国的命运，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例如，随着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等蛮族的入侵，罗马逐渐崩溃，而这些入侵者将他们的文化、宗教和习俗带入了罗马，为后来的欧洲文化形成注入了新的元素。在中国，汉朝与西域的交流同样的精彩。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文化之路。想象一下，商人们在漫长的旅途中带着丝绸、香料等商品，同样也带来了来自异域的思想、艺术和宗教。佛教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宗教信仰，也影响了艺术、哲学和文学的发展。你能想象，在大唐盛世时，长安城里不同民族的商人、旅行者汇聚，交流思想和文化，形成了一幅多元的文化图景。随着古代文明的扩展，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文明的衰退和新力量的崛起。古罗马帝国在经历了几百年的辉煌后，逐渐走向衰落。政治腐败、经济危机、外敌入侵等多重因素导致了这个伟大的帝国的解体。这样我们看到，历史的轮回总是带来新的力量和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掉以轻心。
历史教会我们，只有不断的适应与创新，才能保持强大。在这段时期，新的力量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随着罗马的衰落，基督教逐渐兴起，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东汉末年，随着氏族的崛起和地方的割据，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里的故事复杂而充满的变数，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这也为我们引入了下一个话题：中世纪。中世纪是一个复杂而动荡的时期，许多古代文明的光辉似乎逐渐消退，但同时新的力量也在悄然的崛起。那么中世纪到底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古代文明与帝国的扩展不仅是历史的回顾，更是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希腊与罗马的政治智慧、中国的统一与思想，以及各文明间的互动，都在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中世纪常常被视为一个充满神秘与复杂性的时期。这个时代不仅有封建制度的崛起，更有宗教力量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将一同看看宗教与封建制度是如何塑造中世纪欧洲的，以及伊斯兰文明又是如何在这个背景下崛起的。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大约从5世纪开始，直到15世纪，欧洲的社会以封建制度为核心。想象一下，那时候的欧洲，土地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国王将土地分封给贵族作为回报，贵族则需要提供保护和军事的支持，农民则被迫依附于这些贵族，他们为了生存，将自己的劳动与自由交给了领主。这种关系就像现代社会中的雇佣关系，但在中世纪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这个时期，教会的权力几乎与国王平起平坐。基督教会不仅是宗教的中心，更是文化与教育的重镇。许多知识和文化都保存在了修道院的藏书中，修士们不仅在这里祈祷，还抄写古典的文献，保存了许多古代的智慧。这些修道院不仅是精神的庇护所，还是教育的中心。比如巴黎大学的成立就吸引了众多学者和学生，在这里他们不仅学习神学，还接触到古希腊和罗马的哲学思想。这时候宗教节日和仪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从圣诞节到复活节，教会组织的庆典成为了人们生活的重要的部分。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小村庄里，节日的庆祝活动是多么的热闹，大家一起聚在教堂唱歌、祈祷、分享美食。这些活动不仅增进了社会的凝聚力，也强化了教会的影响力。期间，我们更不能忽视十字军东征这一事件。为了收复被穆斯林控制的圣地，欧洲的基督教徒在11世纪发起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这些东征不仅是为了宗教信仰的斗争，还是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结合。想象一下，成千上万的骑士和农民穿越重重的障碍向东进发，结果却发现这场战争并不如想象中的简单。许多人在征途中丧生，而那些成功到达圣地的人也发现，东征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宗教目标，反而激发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十字军东征中，欧洲与穆斯林世界的接触变得频繁。回到欧洲后，很多骑士和商人带回了来自阿拉伯的科学知识、艺术和奢侈品，这些都极大丰富了欧洲的文化。比如香料的引入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而阿拉伯的医学和数学知识则逐渐在欧洲的学术界传播开来。这不仅仅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世界，也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伊斯兰文明在同一历史时期迅速的扩展。阿拉伯人在科学、数学和医学领域的成就令人瞩目，比如阿尔赫瓦里兹米的贡献被誉为代数学的奠基，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的阿拉伯数字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想想看，现代生活中的计算、编程，甚至是金融运作，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的数学概念。
在医学领域，阿维森纳的医典成为了欧洲几百年的医学教材，影响颇为深远。他的著作将希腊医学与阿拉伯医学相结合，为后来的医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比如医学的理论基础、外科手术技巧等，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传承与创新。这样看，伊斯兰文明不仅在文化上丰富了中世纪的欧洲，更为其科学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另外，伊斯兰文明对哲学的贡献同样不可小觑。阿尔法拉比和阿维罗伊等哲学家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哲学发展，他们的作品被翻译并传入欧洲，推动了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可以说，正是在这个看似停滞不前的中世纪，伊斯兰科学家们却在实验与观察中不断地推进知识的边界。总的来说，中世纪不仅是宗教与封建制度主导的时代，也是文化与科学交融的时期。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和知识虽然受到了限制，但依然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火花。那么，经历了宗教统治的漫长岁月后，欧洲社会是如何逐渐走向思想解放的呢？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到来，标志着人们开始质疑权威，追求个人的思想与自由。这不仅仅改变了欧洲，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通过对中世纪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个时代常常被视为黑暗，但其中孕育的思想和文化却为后来的变革打下了基础。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欧洲社会仿佛从一场睡梦中苏醒，开始经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欧洲，也在为今天的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在这个部分，我们要聊的就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这个充满活力和动荡的时期。首先，让我们回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大约发生在14世纪到17世纪，它带来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文艺复兴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字面上就表示重新出生或者复兴。复兴什么呢？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艺术和科学。在中世纪的漫长统治中，宗教和教会在思想上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而文艺复兴则是人们重新发现古典时期的智慧，并且开始质疑教会的绝对权威。你可以想象，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人们忽然发现，原来可以通过艺术和科学探索人类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一味的依赖宗教。这种思想上的解放仿佛打开了一扇窗，阳光照进来，照亮了人们的头脑。这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每天只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不去主动的思考，终有一天会觉得生活少了点什么。但当你开始质疑，开始思考，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你会发现原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举个例子，达芬奇不仅是个天才的画家，更是个科学家。他解剖人体，绘制了精准的解剖图，这在当时简直是颠覆性的。他用科学的方式来看待人类，而不再只是单纯从宗教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的存在。再比如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他告诉大家，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才是。这简直是对中世纪以来天动说的直接的挑战。你可以想象，在那个世界，人们从小就被灌输的都是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念。突然有人告诉你这不是真的，这就像我们今天忽然得知某一个广泛接受的事实其实是错的，冲击得有多大？文艺复兴之后，思想上的解放并没有止步，反而催生了一个更大的思想革命——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对人类理性和知识力量的一次极大的推崇。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开始重新思考社会、政治和个人的自由，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独立思考的权利，而不是盲目的遵循过去的旧规则和传统。
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启蒙思想，我们可以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假设你在公司上班，领导从来不问你意见，只是按照以前的规矩一成不变地做决定。久而久之，你可能会觉得压抑，没有创造力。而启蒙运动的思想就像是鼓动你去反思公司的制度，提出创新的想法，并让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决策过程。启蒙运动提倡的自由和平等，就是在当时挑战了封建君主专制和宗教的教条。像伏尔泰和卢梭这样的启蒙思想家，用他们的文字和思想推动了社会的变革。伏尔泰提倡言论自由，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应该被压制。而卢梭则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主张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可以决定如何被统治。这个思想在后来很多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得到了体现，比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大革命中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都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随着思想上的变革，人类社会又迎来了另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大约从18世纪中期开始，它让欧洲，尤其是英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世界大部分地区都还是以农业为主，人们靠手工劳作，生产效率低下。但是工业革命带来了机械化生产，像蒸汽机这样的发明，让工厂代替了手工劳动，极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就像今天我们用电脑打字，效率远高于手写一样。工业革命让机器取代了手工劳动，让产品的生产变得更加的快捷和大规模化。以前一个工匠可能要花几天甚至几周才能打造一件精美的物品，而有了机器之后，一天可能就能生产成百上千件。工业革命改变的不仅仅是生产的方式，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原本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逐渐转向了工业城市，工人们离开了乡村，涌入了城市的工厂，工人阶级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就此诞生了。但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并不都是积极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虽然工厂生产效率提高了，但工人的工作环境却非常的恶劣。工人们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工资微薄，生活条件也很差。这个问题在当时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就像今天我们关注的劳动权利问题。在当时，工人们开始组织起来，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工资，这也为后来的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工业革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它还带来了全球范围的竞争和冲突。欧洲国家通过工业革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军事的力量，这使得他们开始扩张殖民地，争夺全球的资源。这种全球扩张和争夺最终引发了帝国主义的兴起。你可以想象一下，像英国、法国这些受益于工业革命的国家，通过殖民扩张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其他国家也想分享这块蛋糕，这就导致了各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这些紧张局势最终在20世纪初演变为一次世界大战。工业革命赋予了国家强大的武器和技术，而这些技术却被用在了战争中，导致了大规模的毁灭和死亡。现代战争的残酷性也正是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一个负面结果。在上一个部分，我们了解到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理想和技术进步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变革，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矛盾。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20世纪，这是一个充满战争、冲突和重建的世纪。通过2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对峙，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格局最终被定格。视频来到这个部分，主要将带你走进那些关键的历史事件，看看他们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现在的世界。20世纪初，整个世界就像一座即将要爆发的火山，欧洲各大国之间的竞争、帝国主义的扩张，以及一系列的盟约和复杂的外交关系，让整个欧洲仿佛一张紧绷的网，任何一点小火星都会引发大规模的冲突。而那个火星，也就是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
奥地利皇储费迪南大公被刺杀，这个看似局部的冲突迅速演变了世界大战，几乎所有的欧洲强国都被卷入了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主要集中在欧洲，但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欧洲的边界。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人们是多么的震惊，他们称这场战争为伟大的战争，因为从未见过这么大规模的国家冲突。战壕战争让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泥泞中厮杀，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也让武器变得更加的致命。坦克、毒气、机枪这些新武器让战争的残酷性达到了新的高度。战争结束后，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不仅仅是结束了战争，它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种子。这个条约对战败的德国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要求，诸如巨额的赔款、领土割让、军队的限制等，这样德国的社会和经济顷刻间崩塌。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条约会让德国再次走上战争的道路？这就像你在生活中遇到的挫折，越是被压制，反弹的力道就越大。对于战后的德国，经济崩溃、通货膨胀严重、社会动荡不安，这些都为纳粹的崛起提供了温床。正因为凡尔赛条约的苛刻条件和德国的复仇情绪，1939年，德国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再次挑起了世界大战。希特勒通过民族主义的煽动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成功上台后，并开始扩张领土。而随着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的拉开帷幕。这场战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的残酷和全球化。德国的闪电战让欧洲许多国家迅速的沦陷，战争的火焰也蔓延到了亚洲、非洲和太平洋战区。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世界仿佛陷入了一片火海，连远离战场的普通人也无法幸免。空袭、轰炸、强征士兵，整个世界都被卷入这场浩劫。战争的后期，盟军逐渐掌握了主动权，特别是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后，德国的失败已经无可避免。而1945年，日本也在广岛和长崎遭受了原子弹的打击，最终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带来了巨大的全球变革，不仅是政治版图的重新划分，更是国际秩序的重建。联合国的成立以及冷战的开始，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是火山喷发，那么接下来的冷战则是一种冰火交织的局面。冷战这个词听起来仿佛是一场没有直接战火的战争，但实际上它的影响无处不在。在二战之后，世界被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一边是由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由苏联领导的东方共产主义阵营。这种东西方的对峙就像一场看不见的较量，不断在全球的每个角落上演。冷战期间，虽然美苏两国从未直接交战，但他们通过代理人战争、核武器的竞赛、太空竞赛等方式不断的较量。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几乎触发了与美国的核战争。这次危机让世界离核毁灭只有一步之遥。但所幸的是，最终通过外交手段让人类躲过了此番潜在的又一浩劫。冷战不仅仅是一场军事的对峙，它也深刻影响了全球的政治格局。冷战期间，世界被分成了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这三种分类不仅反映了国家之间的经济和军事的实力，也代表了他们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而随着1989年的柏林墙的倒塌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冷战终于画上了句号。现在我们回到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些历史事件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到冷战的全球对峙，这些事件的影响无处不在，就像今天的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战争的再次爆发，并确保国家之间的合作。而冷战留下的深刻印记，比方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至今仍在影响国际政治的局势。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历史事件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全球化的推进、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都是历史给现代世界带
带来的遗产。就像我们今天享受的科技进步，它背后其实有许多冷战时期的竞争推动，从登月到互联网，许多创新都源自于那个时代的较量。前面我们用了几十分钟的时间，一同回顾和梳理了人类所经历的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可能很多人依然不免心存疑问，这些遥远的历史真的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它还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甚至我们的日常决策。我们不妨透过几个例子来看看历史教训如何形塑当今的世界，以及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哪些有用的启示。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2次世界大战吗？那时候各国通过武力和侵略来解决争端，结果带来了无数的伤亡和破坏。为了避免这样的惨剧再次的发生，2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意识到合作比冲突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了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它的任务就是促进和平，解决冲突，通过外交手段来化解国家间的矛盾。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联合国如今越来越被边缘化，像美国这样的强权国家，经常会绕过甚至无视联合国的存在而为所欲为。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多边组织为人类解决争端提供了一个多样的窗口。再举一个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的例子，那就是全球化。今天无论你用的是哪里生产的手机，穿的是哪个国家设计的衣服，或者吃的是从哪个地区进口的水果，这些都离不开全球化的作用。而全球化其实是工业革命、2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后经济重建的直接产物。你可以想象，在历史上，如果没有那些推动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今天的我们很可能依然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甚至无法体验到如此丰富的国际化生活。但全球化也并非毫无挑战。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是，全球化虽然带来了便利，但也导致了全球不平等的加剧。比如，某些国家可能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福利，而另一些国家却还在为温饱问题挣扎。这就让我们意识到，国际合作不仅仅是为了经济的发展，还必须考量到社会的公平和包容性。这也是现代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另一个历史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回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些思想解放的浪潮推动了自由、平等、权利等理念的传播。经过几百年的努力，今天的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民主制度，让公民可以通过投票来决定国家的未来方向。尽管民主制度并不完美，但它为人们提供了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的机会，这是历史留给现代社会的一个宝贵的遗产。但是民主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告诉我们，忽视民主和公民权利的代价会非常的高。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正是在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中逐渐走向独裁，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所以今天，当我们遇到社会不平等、腐败，甚至是极端主义崛起等问题，回顾历史，反思这些现象的根源，并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动员加以应对，这是一条必须走的道路。了解了历史对现代的影响之后，我们还需要思考的是，历史对我们当下的挑战有何启示？而气候变化就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工业革命初期，人们通过烧煤、开采矿产、扩张工厂，迅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当时的政策制定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会对环境造成长期的破坏。如今全球变暖，
自然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历史的告诉我们，短期的利益往往会掩盖长期的风险。如果我们当初在工业革命时期就能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或许今天的气候危机就不会如此的严重。除了气候变化，全球不平等和地区的冲突也是当前社会的重要挑战。历史上那些为了资源、权力而爆发的战争，无不提醒着我们，当资源分配不公时，社会冲突就会升级。所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公平和正义，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来减少冲突，历史的教训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就像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了过去的辉煌与惨痛，也让我们看到未来的挑战与希望。至此，这期关于历史课题的内容梳理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回顾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更是我们今天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基础。比如我们现在享受的许多社会福利制度，其实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当时的工人权利运动促进了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许多先进的技术和医疗成果，都是站在科学家、发明家和医生们几百年积累的基础之上。再比如，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社会。但你知道吗？这些概念的基础其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思想，以及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些历史的脚印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也说明了了解历史并不是一件无用的事情，反而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处世界的一把钥匙。当然，历史的内容丰富多彩，一个简单的视频是不可能涵盖所有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如果你感兴趣，可以选择阅读一些经典的历史书籍，或者一些高质量的纪录片，比如人类星球系列。好了，这期就说这么多，感谢您的观看，我是二哥，想用大家听得懂的话聊点感兴趣的事。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希望您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我们在后面的视频中再见。